Hello， 我是阿燕，你们的《魔物猎人荒野》没东西打了怎么办专员。打从《魔物猎人荒野》正式推出以来，对于游戏太过简单的声音就从来没有停下来过。除了系列玩家内心的期待过高，导致预期心理的不满足外，不少系列玩家只是将荒野看作是先前作品的延伸与进阶，一心只想着要再次体验之前那种持续变强的感觉。结果我们体验到的是边际效应的递减。当我们已经由上一代的锻炼成为超强猎人之后，在荒野中面对上位魔物甚至力战王，竟然都开始感受不到那股曾经的压迫感。与其说魔物变弱了，不如说玩家其实已经很强了。这样的挑战，玩家当然无法满足，仍会让玩家很直观的觉得游戏似乎没有以前那么好玩了。最近几年，电子阳痿一词在网络上疯传，讲的好像是游戏打太多造成了什么绝症一般，但我一直都觉得这应该是游戏的问题。当重复的体验过多的时候，游戏能够创造的爽度与乐趣也会大幅下降。想当年狂干把 RPG 游戏的支线任务全解这种玩法，大多数玩家其实只会想要体验一次而已，下一次要你做同样的事再做一次，所谓的作业感便席卷而来，消灭了你的游戏性质。我相信不少玩家玩游戏，为了就是从现实中稍微抽离一下，暂时忘去现实中的烦恼，扮演体验另一个角色另一种人生，享受那股崭新的感动。之前在解说为什么荒野故事体验让许多人不满意的影片中有提到，其中一个关键的因素，游戏故事如果让你感受到现实的残酷，就好像原本蛮开心地玩，忽然就猛力甩了你一巴掌，这种一下沉浸在狩猎中，一下又让你觉得靠背的冲击感，自然会让人怀疑这剧情其实是有暗线的。也许塔星才是真正的大魔王，拿塔只是他放出来的实验体，不然这剧情也太令人不爽快了。我宁可相信是这样，这才合理啊。当我们再次离开游戏回到现实中，游戏的世界我们大概是改变不了了，顶多写写 Steam 评价，抒发一下强者的孤独。但其实我们还有另一条路能够更进一步提升游戏的体验。身为一个游戏玩家，除了没事就窝在电脑萤幕前打游戏之外，我一直以来最在意的就是打造一个专属于自己的游戏空间。自从我在 YT 上传影片之后，就陆续拍摄了不少我每个时期的电脑桌面配置，也包含很多奇葩的样貌设置，一直到目前2025年的这个时候的这个样子啊，就这个样子是不是看起来已经稍微有点实况组的样子了呢？如果你要问我配置这些除了自己的喜好与主题之外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我的答案是光。我说的光不是闪光弹，也不是绚丽的 RGB， 而是一种能让你舒服使用电脑、安心享受游戏的照明环境。这次特别感谢 BenQ 赞助了我这次桌搭升级的两样关键装备，一台 4K 高刷新率的 EX271U 萤幕，以及 Screen Bar Halo 2 游戏挂灯。这两样东西直接让我的魔物猎人最佳装备提前升级到 N 级啊！先来说说这盏挂灯 Screen Bar Halo 2， 大家看就知道，我之前是用 IKEA 的台灯，虽然 CP 值很高，能应付许多场景，但有个问题一直让我很困扰，就是它无法调光。环境暗的时候开了相对刺眼，亮又无法亮得很均匀，加上我的白色桌面反射总是让我的眼睛不太舒服。但这次换上了 Halo 2之后，情况真的完全改观。这盏灯不但能让桌面变得简洁，光线均匀，而且不反光，还能根据环境光自动调整亮度和色温，让环境维持最舒适的照明。附带很有质感的无线遥控器，想怎样调就怎样调，想放哪也就放哪，完全不占空间。对于要长时间游玩游戏以及游戏实况组的护眼需求，可以大幅减轻眼睛的负担。我的眼睛真是有福到家了，安装更是超方便，往萤幕上一放就完成。无线旋钮还有一目了然的 LED 面板显示，不管哪一种桌面配置都相当适合，就算你的空间有限，也能轻松的融入你的配备之中。而这次搭配的 EX271U 萤幕更是我的梦幻清单之一，搭载了 AI 暗影追焦技术 Light Tuner， 画面表现真的是让我相当的惊艳。简单来说，就是透过 AI 及即时运算处理每个游戏画面的暗部细节，让你不会看不清楚暗处的细节与潜伏的敌人，并透过调光器让游戏有更好的对比度表现。
除了画面变漂亮，玩起来更开心，还有 4K 165赫兹超高刷新率之外，最让我震惊的是，它竟然配有3个 HDMI 2.1 接口，加上一个 DP 1.4 接口。像我这种有 PC 电脑、PS5， 还有即将要出的 NS2， 全部都想接在同一台萤幕上游玩的玩家，这下就不用再拔来拔去，全部一次插好插满就搞定。甚至还有支援 DisplayPort 的 USB-C 接口，连 Mac 都吃下来，真的超全面的。而且它竟然还附有遥控器，切换讯号源超直觉，不用再伸手去按萤幕旁边那个小按钮了，真的感人。更神的是，它还有内建 KVM 技术这功能。简单来说，只要把键盘滑鼠插在萤幕上，当你切换萤幕画面的时候，键鼠就会跟着切换到对应的电脑上，不用再另外插拔或装切换器。像我偶尔要接上 MacBook Pro 剪片 ，PC 则主力实况打游戏，现在只要按一下遥控器就能马上切换平台跟键鼠操作装置，真的是太方便了。OK， 这个 KVM 的功能我直接试一下，这台就是我的 MacBook Pro 啦，然后已经经过这条 USB-C 接到后面了，接到后面它有一个孔是一个萤幕的图案的那个孔，OK， 然后我们只要遥控器先按一下这个。OK， 那这边就可以选一下这个 DP 是我现在这个电脑的，然后选这个 USB-C， 有吗？哦，见证奇迹的时刻。不过为什么还要再设定一次啊？滑鼠是已经过来了，它每次都要设定一次吗？可不可以记一下 ？OK， 这样就变成 Mac 了。所以啦 ，Mac， 关于这台 Mac，Oh my God，Mac， 好，我们再切回来，太兴奋了，这个我早就想要这个功能啦。这样就切回 PC， 这个自动切换的啦，讯号 DP， 还不错，至少这样，这个键盘应该要赶快换一下，都是灰。至少这样，工作变得非常的便利。我们再切一次，实在太开心了。再切一次。这样就切过来了。不过好像还是要按2下选择，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办法。OK， 总之切过来啦 ，OK 的啦。另外，它还有相当具有科技感的 HUD 界面，可以直接调整各种设定，还内建电竞萤幕的许多标配功能，像是 FPS 显示器、准星辅助这些全都有。我觉得用2025年最适合玩游戏的萤幕来形容也不为过。我已经无法想象接下来会有多舒适的游戏体验了。不论你是主机玩家还是 PC 玩家，都能够在这个萤幕上找到你需要的功能。当然，游戏画面上的表现更是再次让阿燕再惊艳了一下。实际上，我已经用这台萤幕跑了不少游戏，像是 PS5 的 FF16、剑心、死亡搁浅导演版，还有 PC 上的《魔物猎人荒野》与33号远征队。这台萤幕内建的 AI 晶片会自动根据游戏场景强化对比度。像魔物猎人那种光影交错的环境，画面清楚，细节保留得很完整，真的有种体验到画面升级到次世代的感觉。感谢耐心看到这里的各位游戏达达，但你们可能会说不过就是换个萤幕和挂灯有什么稀奇，游戏也不会变好玩啊？真的不会吗？其实回到开头讲的游戏环境的打造，优化游戏环境还真的能够让你的体验升级。游戏环境与作大近年已经逐渐成为大家玩游戏之余的很重要的一环。除了叠满玩游戏的仪式感之外，一个真正舒服的环境，一个能够让你沉浸其中的游戏间，同样也能够帮你的游戏体验追加 buff， 让玩家攻略各种游戏都更有动力。我们就直接来改造吧。既然有了新配备，那么是时候再次变换成新的配置了。为什么我说再次呢？首先，我们先将这一切清空。好像有点太空了。新萤幕的支架高度其实相当够，我就先把之前垫高的部分移除。一直以来我都是双萤幕的使用者，既然有了新的 4K 萤幕，那我现在是可以实现双 4K 了。虽然要让我现在的电脑配置跑得动双 4K 解析度有可能会翻车，但身为一个每个月都想要改变电脑配置的人来说，还是值得一试的啦。大不了之后再换一台全新的 PC， 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因为篇幅有限，我们这边就不介绍我这台装了双显卡、效能无溢出的 PC 主机了。
如果大家有兴趣，之后会再跟大家分享。好，这边整理的部分我们就高速带过，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成果吧。如果光是捉搭还不够爽，那就配上各种游戏的周边事实。终于2025年上半年，阿燕的打魔物最佳组合完成啦！实际使用 Screen Bar Halo 2挂灯，除了 AI 自动侦测调光外，还有路离席侦测这样方便的功能。对于游戏玩累了想直接睡，也都不会忘记关灯呢，超级方便。这次萤幕外观设计上也十分的搭配 PS5， 与我这个目前黑白交错的这个桌面配置。原本我桌子上方有个摆钢弹模型作品的层板，底下就暗暗的打不亮，现在靠 Halo 2一打亮，哇，直接超过100分。桌搭视觉升级，设备也升级，整体的舒适度也提升了超级多。我又有动力再多打几只龙啦！最后再次感谢 BenQ 的赞助，让我的桌面体验迈向了新世界。对我这种每天要打电动实况剪片的玩家来说，龙也打了，眼睛也护到了，真是太感动啦！如果你还没有用过 4K 萤幕，也没有用过游戏挂灯，那我真心推荐你试试看，这个世界真的不一样。那最后来个大家最喜欢的抽送环节，我这里准备了从日本带回来2份小礼物要送给大家，请在留言区告诉我，你觉得打游戏最重要的周边配件是什么？或是这次《魔物猎人荒野》你最期待哪一只复活魔物的再次登场？我会在1周后选出2位幸运观众的留言送出小礼物。以上就是我们这次的影片啦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留言，你的支持就是我持续更新影片的动力。也别忘了贴给你一直嫌游戏没东西玩的朋友们看看哦。看着这 4K 双 4K 的萤幕配置，回想起当年第一次接起2个 1080p 萤幕的那种感动。也许我们从游戏中探求的就是那一份再次向前迈进的感动吧。那我们就下一回的游戏影片见咯，拜拜。